朋友们，最近川普的操作真的是把全世界都看懵了，绑架马杜罗，威胁要吞并格陵兰，甚至公开说要军事干预别人家的内政，这哥们儿是不是疯了？可你再仔细看看，俄乌那边打得热火朝天，川普就跟没看见一样，中日都快剑拔弩张了，他也装聋作哑，这里面绝对有文章。为什么川普看似对全世界开炮，却对中俄最关心的冲突区域视而不见？为什么他一边威胁盟友，一边又放任某些地方继续乱下去？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川普这套唐罗主义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惊天算计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从中国那里学来的这一招，为什么反而可能把美国推向崩盘的边缘？大家先跟我来看看川普最近在全球各地的布局。中东那边，川普放任以色列随便干架，现在还要趁着伊朗内乱的机会狠狠打击一把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要让以色列彻底坐实对中东的控制权，顺便破坏中俄在那边的布局。东亚这边呢，日本现在冲的有多猛，大家都看得到。川普呢，就是不管，就让日本继续往前冲，给中国添堵，制造不确定性。欧洲那边更有意思，川普天天吓唬欧洲人，说俄罗斯要打过来了，让欧洲赶紧交保护费，一边收钱，一边又警告俄罗斯别乱动。美洲地区呢，这是川普的重中之重，全面出击，一个都不放过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中俄的地缘软肋啊，必须完全拿下。大家看出来没有？川普这套组合拳，表面上看是守势，实际上呢，是在对欧亚大陆经济带进行结构性破坏，同时抢夺其他重要经济区域的控制权。而且最狠的是什么？川普要求从这些斗争中套利，让钱流回美国，让对手们困在一个个陷阱里，困在一个个僵局里，困在一个个冲突里拔不出来。美国呢，置身事外，掌控全局。这就是所谓的唐罗主义，川普版的门罗主义，以实力喝阻对手，不接受任何人搭便车，设置战略红线和底线，重新掌控全球的主导权。这套玩法高度符合大国博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特征。既然是相持，那就看谁熬得过谁，一边斗争，一边从斗争中回血，一边还不失去曾经的控制权，这局就很难输。可问题来了，川普这套策略的灵感是从哪儿来的？答案让人意外，也让人讽刺。中国，美国这么多年打压中国，为什么中国到现在还屹立不倒？很大一个原因是什么？就算美国每次拉着一大堆盟友围攻中国，中国都能从外部关系网络中赚到钱，而且战略定力十足，不会随便下场介入那些消耗自己的冲突。中国买伊朗的油，委内瑞拉的油，俄罗斯的油，美国人就觉得这是意识形态对着干。其实呢，中国搞这些能源价格便宜的要命，还要感谢美国长期制裁呢。中国玩的路子是高度符合经济学基本原理的，交换产生价值，交换补其短板，对外经贸关系就是这么简单粗暴，管用就行。反观民主党建制派那帮人呢，根本不关心这些，就知道让美债无序扩张，让实体经济长期承压。所以今天川普主政学到了什么？对外经贸必须有利可图，必须让美国的利益从中不断回血。这种思路下，美国对外的经济秩序和再全球化运动就不是从什么抽象理念出发了，而是从实力和实力出发。听起来很聪明，对吧？可是川普这套策略有个致命的缺陷，咱们看看拉美就知道了。川普现在就算绑架了马杜罗，威慑了更多地区大佬，但他真正解决问题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国现在的制造业供给完全没办法替代中国制造，去满足这些地区的真实需求。从大豆购买到基建拓展，从电力系统到锂矿需求，美国都提供不了解决方案。中国呢，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战略需求跟拉美国家做生意对接。这就说明什么？川普现在对美洲地区的微操只能算是起手式，后续他必须要出大量政策，逼美国的大资本对整个美洲提供替代中国制造的供给。只有这样，
它的外部生态体系重塑，才算真正进入良性循环。如果没有这一步，甭管你是门罗主义还是唐罗主义，都不具有可持续性。本质上就是对外也要做增量博弈，不能只做存量博弈、减值博弈。这个问题极为严重。当初大英帝国就是吃了这个亏。大英帝国给北美13州很多好处，税负也极低。可是为了避免刺激法国，阶段性不允许北美13州向西拓展，又想垄断生意，不允许北美13州直接跟中国做生意。这个时候，大英帝国还要北美13州多支付一点税，虽然也不多，但这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草。截至目前，咱们看到的是什么？川普依旧对外实施的是减值博弈、存量博弈，并没有实施增量博弈。这就提示我们，川普外部生态体系的构筑有很严重的瑕疵。虽然可以短暂守住全球战略的控制权，但长期来看难以持续。那为什么川普现在必须用这么多微操呢？咱们看看此前发生的事情就明白了。一开始，川普1.0要贸易协议不成功，拜登上来搞有案外包，反而被咱们偷家。川普全面关税战，想逼制造业回流，又被咱们的稀土牌打崩。大家发现没有？现在川普直接提制造业回流的次数大幅减少了，这不是没有原因的。试想，美国制造业回流也失败，意味着几乎没有国家可以阻挡中国成为全球最强的制造业强国了。这是川普完全无法接受的。所以今天川普对外的做法，相当于对全球经济和国际秩序进行休克疗法。不听我的，我就坏你们的事，让你们也办不成事情。这个时候，咱们来听听普京的一个理论：大国核力量周期理论分6个阶段：新秩序奠基、技术积累、和平威胁、不对称失衡、危机恶化、重塑。虽然用核力量的角度分析这个世界很残酷，却把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运行规律说得非常透彻。川普完全抛弃新自由主义那套，他能倚仗的自然只能是美国手里的军工霸权。他在这个领域的玩法跟关税战玩法一样，通过跟每个国家1v1博弈，塑造不对称交易态势，逼其他国家就范，然后以点带面，加速构筑一个对美国更加有利的国际新秩序。俄乌冲突的结果差不多要揭晓了，中国又被限制在台湾和日本的双重封印里。那么美国在全球其他地方挥洒自己的军工不对称优势就大有可为了。这就提示我们，川普进行外部生态重塑，进行所谓再全球化的努力，也是有最佳窗口期的。一旦错过这个窗口期，其他国家的日子都苦得没人样了，很多事情就不以美国人的意志为转移了。有一点现在是确认的，大家不再讲规则了，而是基于实力和实力的双重原则出发，这是3大强权共同确认下来的。这种局面有点像2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国际秩序逻辑，重新划分势力版图，只是表面。真实情况是什么？原来的超级帝国不再继续保有对全球每个地方的碾压性，反而面临了更多的结构性挑战者。就像当时的大英帝国只能靠远东培育日本对付中俄，欧洲拉拢沙俄，法国对付德国，美国给自己当奶妈。当没有完全碾压的实力，却暂时也没有任何一个替代者，这个时候只能用层层嵌套制衡的国际新秩序，确保超霸帝国暂时维稳全局。别看川普现在各种微操，实际就是玩的相似逻辑。其实咱们看看古代不少王朝中后期的画面，就可以理解上面的逻辑了。朝廷面临各地的反抗，虽然朝廷还是朝廷，却已经无法有效压制每个反抗力量，甚至不同反抗力量之间还串联，不断消耗朝廷。那么朝廷只能不断对自己的基本盘收钱，然后再用这些钱努力压制全国各地的反抗力量，这又引发不少基本盘的反抗。这种微操又反过来让朝廷某些派系力量进一步作妖，也对朝廷内部力量失衡形成推波助澜的效果。
需要指出，朝廷的税基只要面临一次重大危机的掏空，那就会引发全局性的局势改变。明朝中后期是如何一点点走向溃败，正是上面的演绎路径。事实上，川普现在的做法背后的时代底层逻辑是高度相似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么不妨猜一猜，咱们即将看到的一次重大危机将是什么呢？分析到这里，相信大家对川普这套唐罗主义的底层逻辑已经非常清楚了。表面上看起来气势汹汹，实际上却隐藏着巨大的结构性风险。从中国学来的战略定力和经济实力这一招，川普学到了形，却没学到神，因为他忘了最关键的一点。中国能这么玩，是因为背后有强大的制造业供给能力在支撑，而川普呢，只学会了如何回血，却没学会如何创造增量，只会从存量里抢蛋糕，却做不出新蛋糕。这就注定了他这套玩法只能在短期内维稳，长期必然陷入明朝式的困局。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看完今天这个分析，大家对接下来的国际局势应该心里有数了吧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点赞，你们的支持才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